丽姐，吴小姐来了。厉伯母好。你来干什么？出去！厉伯母，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们之间的误会，就是我没有彻底断了你的探视权，让你这样的女人有机会出现在我儿子和孙子的生活当中。厉伯母，闭嘴！你没有资格叫我厉伯母。妈妈，你来了。彤彤，这是什么呀？这是玩具小火车呀，喜欢吗？太好了，太好了！这是向叔叔送给我的吗？一口一个向叔叔，叫得挺亲切的。向叔叔那么好，先上去好了。我在想火车，我在想火车。彤彤，彤彤不哭啊，乖。厉伯母，说句不该说的话，彤彤本来就是姓向的。你说什么？我知道您不喜欢我，我毫无怨言。可是您不应该迁怒于彤彤，他才4岁，而且他是您的亲孙子。你还知道为彤彤想？你要是真为他想，你就应该知道检点一点，不要因为你这个妈妈让彤彤蒙羞。厉伯母，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别以为仲谋被你迷惑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告诉你，这个家只要有我在，就不允许你这个狐狸精在这儿兴风作浪。厉伯母，我希望您说话能够尊重人。我是彤彤的妈妈，我只知道我有做母亲的责任，我哪里有什么本事在这个家里兴风作浪啊？你是在跟我顶嘴吗？啊？好，我问你，你摇摆在仲谋和向俊之间是何居心？你是不是联手向俊，迫害仲谋？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为什么要跟向俊联手迫害仲谋呢？因为仲谋当年抛弃了你，让你和儿子受了几年的罪，所以你一方面假惺惺的和仲谋在一起，另一方面，你知道姓向的也有钱，所以你脚踏2只船。你想谋害我儿子，居然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爱厉仲谋，我不希望他活在痛苦之中，我想促成他们兄弟相认。向俊也想和仲谋化解之前的误会和仇恨，而且这件事情促成了，那你和向伯父不是又希望和好吗？我和向义的事情轮不到你插嘴，你这个狐狸精，你给我滚，给我滚出去！厉伯母，你不要激动，你这个狐狸精，你走，你出去！你别生气，你给我别这样，厉伯母，你给伯母，你怎么样啊？伯母，快来人呐！厉伯母，丽姐，丽姐，丽姐，太太，你怎么样啊？丽姐，丽姐，你打电话叫救护车呀！哎呦，扶下来，伯母，太太，慢点。吴小姐，是不是你救我们夫人了呀？对的呀。丽姐怎么样？什么样啊？丽姐，梧桐，厉伯母怎么样？你怎么来了？我刚才在公司跟张元开会，他接到美玲的电话，说要去接彤彤，我才听说厉伯母这边出事了。厉仲谋又不在，我担心呢，你一个人应付不来，所以就赶过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先坐下吧。我也不想弄成这样，都怪我，我不应该跟他顶嘴，害得伯母晕倒了，都怪我不好。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要太自责了，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我们还是先等等看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医生，怎么样啊？你是病人家属吗？那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我是。请问我母亲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这次有中风的迹象。你们一定要让老人好好休养，不要动气。如果再有一次这种情况的话，对他的身体极其不利啊。我明白了，谢谢医生。好，不用谢。你们先忙去吧。是，厉总。妈，你醒了。我这是在哪里啊？你刚刚在家里昏倒了，不过不用担心，医生说并没有大碍，好好休息一下就没事了。那个女人呢？你知不知道？那个女人她是来害你的，啊？妈，你刚刚醒过来，情绪不要太激动，先不要想这么多了，好好休息一下。你还这么袒护她？你知不知道？她跟向俊的关系不一般，这个女人不简单。她就是来害我们厉家，家破人亡的。这里面应该是有什么误会吧？误会？我看你是不肯面对现实，你已经被他完全的迷惑住了。就算我再怎么说，你也是不肯相信我。好，你就等着让他活活的把我气死吧。妈，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妈，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好吗？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仲谋，我知道错了，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把伯母气倒的。我知道，否则你也不会站在这儿了。可是你知道吗？当一个男人出差回来，就听到自己的母亲因为受到刺激而晕倒，然后在急诊室门口看到自己的老婆跟旧情人在一起，你告诉我，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可是，真的是你想太多了。向俊他是因为听到伯母晕倒了，因为担心才赶过来的。担心？你会不会把他想得太善良了？仲谋，我知道伯母住院你很着急，可是这件事情都是我不好，跟向俊没有关系。你们两个倒是心有灵犀啊！仲谋，你可以听我跟你解释这件事情吗？那天，我真的是想借着见彤彤，去跟伯母聊聊天。可是他非说我要跟向俊联合起来谋害你。你是我的老公，我干嘛要谋害你啊？我怎么跟他解释，他都不听，他不相信我。
然后他就被气倒了。都怪我不好，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好了，不哭了。我妈她向来疑心重，你又不是不知道。更何况那个人是向俊。你如果不想被人误会，可不可以离那个人远一点？这样对我妈，对我都好。我记住了，我以后会注意的。可是我现在把伯母害成这样，我要怎么办？事情都过去了，而且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让我妈能够接受你。我相信你。你真的相信我？吕姐，向俊来了，想要探望您。他还有脸赶来？让他滚！我现在不想见到他。可是他不止一个人，还有他的父亲。上次是你来看我，没想到这么快就是我来看你了。看来有些话真的是不能乱说呀，老死不相往来。现在我们真的都徘徊在生死边缘了，才能静下心来说会儿话。我不要你乱说，我们都不会死。我会说服仲谋来救你。是我对不起他，这么多年没有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他恨我是应该的，你不要再勉强他。现在我把生死看得很淡了。今天来看你，只是不想在临死前留下遗憾。当年是我对不起你，现在我唯一能够补偿的，也只有这些了。仲谋是你的儿子，他应该救你。我等了20多年，才能和你说上几句话。我不要你死，我不准你死。
这个包包太漂亮了。哎呀，我呀跑了几家店都没买到。是吗？啊，没事没事，下回我给你也订一个。太好了，谢谢。哎呀，梁小姐，可真是天生丽质，活泼可爱啊，真不愧是梁氏千金的。过奖了。琪琪呀，你看你都那么大了，找男朋友是件大事儿，别闹了啊！待会儿给我好好表现。哦。林建东，你快点出现呐！来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 David， 唐木，这位是梁氏千金梁月琪，这是他的妈妈梁太太。你好，你好，这是唐木，你们好，你好。快坐下，坐下，快坐。你们想喝点什么？别客气啊。哎，不客气不客气。David，你今年多大了？今年27岁啊。很好。哎，唐木呢？哦，我今年26岁。我都调查过了，他们的年龄啊、属相啊、星座呀都配着呢，您就放心吧。David 是在剑桥大学毕业的。对，我爸呢从小就希望我去英国读书，所以我的初中、高中和大学都是在英国读的。别跟着说自己是什么荣耀1级毕业生哦，对，我还是荣耀1级毕业生。听说你现在在你父亲的公司帮忙打理是吗？惭愧。我爸呢希望我子承父业，一毕业就让我回来了。哦，我现在是嘉悦百货董事长助理。猪头，不就是富二代吗？说这么复杂干什么？很好很好。那唐木呢？听说你还在攻读博士，学什么专业啊？哦，我学的是那个纳米和体相长余辉磷光体的合成与光电特性研究。哇塞，大叔打扮起来还真有型哎，真是人靠衣装啊，不错。伯母你好。你好。你是？我是林建东，是岳琪的好朋友。快坐快坐啊！这什么情况啊？琪琪啊，这位林先生是？妈，这位是我的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是朋友啊，还以为是大堂经理。是这样。岳琪啊，很抱歉今天来的这么唐突，打扰你相亲了。但是有些话我今天必须要对你讲。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一直以来，我想给你空间，不想跟你表白，给你造成任何压力，因为我知道，你喜欢追求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但是当我得知你今天相亲的消息，我实在按耐不住自己，因为我知道，有些话如果现在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伯母，我知道您一直想为岳琪找一位知心伴侣，也能够理解您作为母亲的用心良苦。但如果岳琪尚未表态，我想今天我自愿报名，成为相亲对象之一，跟二位男士公平竞争。不知道伯母能否给我这个机会？伯母，伯母，我是真的很喜欢岳琪。我虽然出身并不富贵，也没有什么海外学历，但是我读完了 MBA 课程，现在在一家大型企业做董事长助理，事业正处于上升期。我有这个能力照顾您的女儿。很好很好。不过
你的年龄是不是有点大了？我知道，这也是我唯一的遗憾。但是，我相信我对琪琪的爱，能够弥补我们年龄上的差距。糟糕，湘君怎么在这里？完了完了完了！万一他误会我和林建东真的在一起怎么办？啊，不好意思各位，我和我的真爱先走了。不是，这怎么回事？琪琪，琪琪，你车停哪儿了？那边啊。走。哎，怎么不演了啊？我正在兴头上呢。哎，你说我当这个助理是不是有点屈才了？演电影啊，说不定能成大腕。哎，对，我就让你出来帮我相个亲，你这一顿喋喋不休的，戏也太过了吧？哎，你是不是招架不住我的真情表白了？是，走，你瞧你这身衣服哪儿找的呀？当你自己是碟中谍加007呢？你怎么这样？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一句话，我1个月工资都没了。你让我来救你，现在又嘲笑我。我早知道你这样，应该让那个猪头和四眼把你娶了。猪头，四眼儿，谢谢大叔救命之恩。走吧走吧。这还差不多。哎，你说我穿这身帅吗？啊？哎，仙儿啊，我刚进去看你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啊，都直了，是不是被我给迷住了？你别说啊，你这么一打扮，还真不像个大叔了，蛮有型的嘛。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呢？走，我这叫深藏不露，演技也一流，我都差点被你感动了。月姐，其实我刚才就我刚才说那些，我好啦，大叔，谢谢你今天顺利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先走吧，我还有事儿，我回头再找你啊。哎，不是，你怎么这么快就把我打发走了？我今晚真有事儿，你先走吧，我改天再谢你啊。你跟我吃个饭呢？哎呀，不了，下次吧，快走吧，大叔，快！你怎么这样？我回头找你啊，回头找你，小心头啊，小心头。快走！那我走了。拜拜。真走了？啊，走吧。湘君，我正准备回去找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吃饭啊，吃饭需要理由吗？啊，就是那个，刚才我跟林建东，你不要多想啊。多想什么呀？我妈最近老给我安排相亲，我是迫于无奈才找她脱身的。我跟她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她那是在演戏，你懂的吧？你放心吧，梁大小姐，我丝毫不介意，更不会多想。更何况，刚才一看就觉得很假。哎，你要去哪儿？上车，我送你。来，干杯！哎，你就这样走了，你妈肯定会觉得我在坏你的好事啊！啊？什么好事啊？相亲啊！哎呀，烦死了！谁要相亲啊？我都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想的，本姑娘会没人要。哎，对了，你怎么会过来啊？我说过了，碰巧而已。你是不是听说我要去相亲，所以才过来的？算是吧，我就是好奇，梁大小姐会看上什么样的人？你好奇？你会不知道我中意什么样的男人？对不起啊，其实我来是为了相氏的事情，想跟你道歉。跟我道歉？上次确实是误会你了，最近因为创美一直不顺，所以我才会跟你说那些话。后来我跟梁叔叔沟通过了，知道不关你的事，所以不好意思。
我本来是想单独约你的，谁知道会这么巧。既然有好戏看，我就跟着来了。去你的！梁大小姐，你变得可真够快的。你说你这个性、这脾气，谁敢去捏啊？你要我就好啦。哎呀，好了，别再占我便宜了。哎，对了，听说你爸要在三亚那边搞一个全新的旅游项目。是啊，上次不是提过吗？你有兴趣啊？项目很大，我怕力不从心。怎么会？你这么能干，一定没有问题。我爸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希望我能尽快全盘接手项氏的生意。我也想承担起来，让我爸能够安心养病。所以我考虑为项氏寻找一个全新的项目，重振项氏。如果可以的话，项氏和梁氏就这个项目能达成合作，无疑是现在最好的选择。太好了，你终于肯跟我们合作了。其实我爸一直希望我跟你合作，他说厉仲谋个人能力出色，但主观性太强，不如你好。是吗？当然啦。哦，对了，那创美怎么办？创美不过是我用来试水的踏板，一间小公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不想做创美了？如果我和梁氏合作，创美就当是我送给梁叔叔的礼物好了。梁氏不是有意开发家电市场吗？与其让创美跟大公司较量，不如交给梁氏运作，大家皆大欢喜。你是说真的？是啊。这瓶是东哥送给你们的。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需要视力，眼睛看不到的地方需要眼光。别看错人了。加油加油！跑得真好，你看看跑多快！丽姐，哎，彤彤，玩具车好玩吗？彤彤，奶奶陪你一起玩好不好啊？奶奶要和彤彤一起玩吗？是啊，彤彤愿意奶奶陪你玩吗？太好了！准备好了吗？好了，开始。彤彤，好啊！加油加油！哎。撞车了，奶奶撞车了！陈伯，把这些鬼东西给我扔掉！彤彤，你惹奶奶生气了，快给奶奶道歉。不能扔，这些是向叔叔送给我的。不许在我面前提向叔叔！陈伯，你耳背了吗？赶快扔了它！不许扔！英姐，把他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他出来。奶奶是坏人，我讨厌奶奶，奶奶是坏人。喂，陈伯，彤彤啊，被丽姐关起来了，哭得很厉害。您什么时候回来一下？又怎么了？电话里说不清，您最好回来一趟。这次比上几次都严重。我这可是背着丽姐打的电话呀。我马上回来。跟他们说我有急事。好的，李总。备车。好的。
厉总，你可回来了！彤彤被关在房间里啊，声音都哭哑了。怎么回事？彤彤玩车一时说错话，说奶奶撞车了，然后就犯了丽姐的忌讳。把彤彤抱下来，我要带她走。是。不准！妈，小孩子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如此顽劣任性、目无尊长的孩子，就应该好好的惩罚。彤彤还小，难免会犯错。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种，你何必要这样呢？彤彤不是外面的野孩子，他未来要继承厉氏的家业，所以他要比一般的孩子更努力、更好，才能承受更大的压力。你望孙成龙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彤彤的感受呢？我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我看你倒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自从那个女人带来这个孩子，上了你的床，你就被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北。你不注意自己的言行，还严重放纵下一代。告诉我，过去那个精明冷静的厉仲谋上哪儿去了？以前的厉仲谋失去的太多，活得太痛苦，所以他现在要学着把所有失去的一点一点的找回来。更不希望彤彤像他一样有那样的童年。我只希望彤彤的童年可以快乐，至于他的未来可不可以成大器，那要看他自己的意志。所以我也希望你这个做奶奶的可以尊重我这个做父亲的心愿。我看你是被那个女人迷昏了头。你知道我小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吗？最怕的不是你逼我去念书，最怕的不是你要我读那些大量的进修课程，我最怕的是我一个人被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面，而恰恰把我关进去的人，就是那个我最依赖的妈妈。我的童年是那样的孤独，在绝望中度过。那种隔绝和孤独感，让我找不到一丝的温暖和快乐。是，现在在所有人面前，我都是成功的。可是我并不快乐，我只是你手里的一颗棋子，一个证明你自己的工具。你想指责我吗？啊！我没有指责你。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你原本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给我温暖、最让我依赖的母亲。可是这些从小到大，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你知道我有多羡慕别人家的小孩，不是因为他们有父亲，是因为他们有亲人的关爱。我从小努力读书，拼命的工作，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就是希望可以得到你的赞美，然后可以得到你的一个拥抱，
或者是关爱的眼神。可是连这么一点点的心愿，对我来说都是奢望。妈，不要把我们的树立延续到下一代，好吗？就是你始终看不上的那个女人，她让我看到了什么叫做母爱。妈，彤彤我先带回去几天，过几天再把她送回来。你好好休息。彤彤，奶奶对你严厉也是为你好呀，因为奶奶心里最爱彤彤了。小汽车坏了，妈妈再给你买个新的，好吗？不好，那是向叔叔送给我的礼物。向叔叔，向俊说，他毕竟是彤彤的亲叔叔，所以送礼物给彤彤，我也不好拒绝。我忘了告诉你了。爸爸，你给我买个小汽车好不好？爸爸一定给你买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汽车，好不好？好，我最喜欢爸爸了。那你现在赶快去睡觉，好不好？好。走。阿桑。哎，彤彤乖，走，咱们去睡觉。彤彤的那个礼物，礼物而已。彤彤不是说了她最喜欢爸爸吗？哦，彤彤这几天都会待在这边，你可以好好照顾彤彤。那厉伯母那边，我妈最近情绪不太好，让彤彤离开她几天也是好事。今天有没有因为彤彤的事情跟厉伯母吵架？我们两个只会用这种方式交流。仲谋，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好吗？厉伯母她身体不好，所以情绪上有些急躁。可是不管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都应该理解她。毕竟，你是这个世界上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我妈对你那么不好，你还处处为她着想。可能我们都是单亲妈妈的缘故吧。一个女人单独带着一个孩子，
其中要经历的苦难，常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更多的理解他，多去感受他内心的苦。你知道我小时候最怕的不是别人骂我是私生子，也不是被人欺负，是看到我妈妈躲起来一个人偷偷的哭。那时候我就会想，我一定要坚强，一定要成功，这样我就可以有能力去保护她，不让她受到任何人的欺负。现在我成功了，可是我们两个的沟通方式变成了习惯。我妈对我的严厉和我的叛逆，你为什么不尝试去改变呢？你觉得我妈她会那么容易改变吗？你都没有试过，怎么知道改变不了呢？其实，天底下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都希望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厉伯母也是一样的。我妈要是能多了解你一点就好了。所以仲谋，不管是为了彤彤还是为了我，你都应该缓和和厉伯母之间的关系。毕竟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如果厉伯母心情不好的话，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就永远不能公开。我也会找机会，努力的让厉伯母她接受我。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你跟他说。别呀，你决定的，你跟他说吧。什么事儿啊？两个人都那么严肃。创美从下个月开始会并入梁氏集团。什么？创美所有的业务和人员暂时不做调整，将会一切如常，但会挂牌成为梁氏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我希望你们能理解。你所持的股份，我会向梁瑞强以书面文件的形式表述清楚。你是说，创美已经卖给了梁氏？为什么？现在创美已经走入正轨，并入梁氏未来发展前景会更好。你也这么想吗？我的能力有限，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是个好结果。我以为你会把创美当成你事业的开端，可是突然就这样卖了，就是因为梁氏抢了我们不少业务吗？我是在寻找一个对大家都好的解决方案。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稍等。湘君，你跟我说句实话，你为什么要放弃创美？不为什么，最近我事情太多，也顾不上创美的业务，接下去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事，不如把创美交给更合适他的人。那你觉得梁氏是你最好的选择吗？当然了，能与梁瑞强抗衡的人没有几个。难道你希望我把他交给厉仲谋？他不会打创美的主意。你那么相信他？如果你心意已决，一定要把创美卖给梁氏，那么我辞职。原因呢？我和梁家之间有误会，你不是不知道。我可不想到头来，面对的还是梁瑞强。哎，那是以前的事情了，你不必耿耿于怀。大不了我跟他说一声。不用了。其实我早就已经想好了，这个月结束后就辞职。为什么？我想多一些时间
陪彤彤。这就是你的理由吗？以前你要上班，要带儿子，每个月的薪水都不够花，你现在吃穿不愁，而且还有人帮你照顾儿子。你真的要这样吗？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是借口，而且，你心里应该明白，我离开创美的原因。所以你何必要多问呢？他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值得你放弃那么多？也许你会认为我没有什么志向，但在我心里，家庭还有亲人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做一点点牺牲，可以让他们更安心、更快乐，那我觉得是值得的。对了，你父亲最近怎么样啊？不太好。方便说吗？反正这件事也瞒不了，我也没打算瞒。到底什么事儿啊？我父亲肝功能衰竭，已经到了末期，只有换肝才有希望。怎么会这样？那如果换肝的话，风险大吗？手术本身成功率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但是要找到合适的肝源才行。而且我父亲是 IH 阴性 O 型血，属于极其罕见的血型，我的血型碰巧又和他不一样，所以我不能捐肝给他。他现在只能过一天算一天。怎么会这样啊？想要进行肝移植手术，在直系亲属中最好配对，但血型要相同才可以。虽然我很想帮我爸，可是现在事实就这样，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刻，我却帮不了他，他只能去依靠另外一个人，一个他本来最不想面对的人。那你是指？他给了他不完整的生命，不完整的家。他没尽过做父亲的义务，留给他的只有遗憾。他怎么可能去求李仲谋呢？我爸说了，宁可就这样走了，也不愿意提任何要求。这是多讽刺的一件事儿！也许他早已经厌倦了人世，真的想离开了。可我不能就这样看他离开，只要还有一线生机，我绝不会放弃。喜欢吗？喜欢。今天我把这里都包下来了。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不知道。是我们俩结婚1个月的纪念日，所以啊，我想跟你单独在一起好好庆祝一下。还有，以后我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你跟彤彤。哎，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我辞职了。反正做生意这方面我也不是很懂，我只想做一些让你开心的事儿。真乖。讨厌。请坐。谢谢。喝酒吗？好啊。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你知道。向义，他得了肝功能衰竭，医生说需要换肝才有救。向军告诉你的？不是，
是我无意中听到的。向俊，他没有办法给自己的父亲捐肝，所以，仲谋，当初如果不是你的话，彤彤有可能就救不过来了。今天，你能不能给你的亲生父亲捐肝啊？我知道，在你心里，你很在意这份感情，毕竟你们是血脉相连的。血脉相连是什么意思？他心里只有那个人，那个人才是他正统的儿子，才是他的亲人。我呢？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个人又帮不了他。这或许就是天意吧。不管怎么说，你现在已为人父，你有勇气承担这一切，是因为你经历过这种痛苦。可是，向伯父跟你不一样。我想，他对你有多深的感情，就有多害怕面对你。仲谋，不要因为你的怨恨，而做出一个无法挽回的决定。不然到了那个时候，你怨恨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我的事不用你操心。你为什么这么抗拒自己的感情？他需要你，你帮帮他好吗？你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说服我去帮他。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亲人。是因为我们是亲人，还是那个人叫你来说服我？你是说向俊吗？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我是为了你。为了我，还是因为你觉得你对他有愧疚，所以你想让向家圆满，让我自己来牺牲？其实你的内心里真正想帮的人是向俊吧？仲谋，你为什么非要这样理解？仲谋，事实很难让我有其他的理解方法。我们的公益慈善基金运转如何？运转良好，分别用于教育、老人福利，还有妇孺救助、医疗等等。那受我们捐助的医院里面哪一家治肝比较有名？治肝？厉总，你不会想去做就是了。好，我这就去查。记得调查的范围广一点，我要知道，包括一些国外的资源，尽快向我汇报。是。嘉宾都快摆好，你抓紧时间准备啊！哎，好。这儿快。还有这个，我刚得到消息，梁瑞祥今天会亲自出席。哦。如果你感觉不是很方便的话，我找人替你。没有，反正我都准备辞职了嘛。今天这种情况，我不帮你谁帮你啊？谢谢，够捧场。跟我客气什么呀？行了，快去忙吧。好，我来帮你张罗张罗。我去了。嗯。梁总，好。哎，梁总，好久不见了。梁总来了。嫂夫人，好久没见啊。梁总，你好，请问创美是一家非常小的电子公司，你们为什么想要收购它呢？这个创美虽然小，但是它的经营管理都非常好。我们有意进军这个电子市场，所以创美会是我们优秀的先锋队。那请问创美是不是向先生送给梁氏的礼物呢？创美并入梁氏是我的荣幸。梁小姐与向先生是在约会吗？梁总，请问您对此事怎样看呢？哦，这个年轻人的事情我是从来不过问的，但是有一点，我在这方面还是挺开通的。梁总，
据我们了解，你们即将合作开发全新的旅游项目，这个项目投资近数十亿。本来您是要在项氏与力氏两大企业当中选择一个合作对象，那目前看来，您是选择项氏跟你们合作吗？好，这些事情嘛，还都在商谈当中啊，恕不方便奉告啊。啊，梁总，啊，好。哎，梁总，再跟我说一下吧，梁总。问一下吧。那我们下次梁总，很长时间，梁总。你好，你好。梁总。我们一会儿就按照这个流程进行。你说创美这么小的一个公司，梁氏怎么会看上眼？你们先去吧。而且梁瑞强还亲自出席，我看这事儿一定不简单。向毅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向剧现在接他的班，最近又跟梁小姐关系特别的密切。我在想，他多半是想靠联姻来重振向氏。有钱人就是这样，婚姻就是筹码。快点，快点。你今天看起来还挺不错的嘛。你别听那些记者胡说。什么？联姻。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解释，我就是不希望你误会而已。快点，快点。你今天看起来还挺不错的嘛。你别听那些记者胡说。什么？联姻。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解释，我就是不希望你误会而已。发布会快要开始了，我们过去吧。一会儿结束，等我一下，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下面有请双方嘉宾上台合影留念。好。林特助来了，请问一下，你今天也是来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吗？是啊，我是代表力士来向梁总道喜的。我来恭喜梁先生成功收购创美，从此梁先生也加入了竞争激烈的家电市场。那请问一下，怎么没有看见厉总来到现场呢？他是否想放弃与梁氏的合作？力士怎么看待这次收购呢？之前有传闻说厉仲谋与梁月琪小姐也有发展的可能，能否说一下两个人关系的进展呢？大家不要多猜了，我今天只是单纯的道喜，不好意思。哎，林特助，梁总，好，恭喜。好，不好意思，今天厉总有事，实在赶不过来。哈，你看，厉总真是有心呐。家电市场并不是我们梁氏的主要业务，我只是想完成女儿的一个心愿，让她玩玩罢了。你看，厉总安排你亲自前来道贺，感谢啊。哪里？来，咱们一块儿合个影吧。好，来。梁总，请问您对未来的发展有信心吗？对未来规划有什么想法吗？是啊，梁总，跟我说说吧。未来的规划前景非常。梁氏成功的收购了创美，这回你高兴了。媒体朋友对我们梁氏的厚爱，谢谢大家。你专程来恭贺，厉总一定有什么指教，我也想洗耳恭听。向律师，你太客气了，我们厉氏还应该向向氏接班人多多学习，对吧？建东，仲谋怎么会让你过来呀？厉总只是让我单纯的道贺，你别多想。只是这样吗？你要不信的话，要不给厉总打个电话？没事的话，我先走了。你现在有空吗？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哦。什么事情啊？你能不能不要辞职？我已经决定了。
梧桐，我希望你留下。除了因为你的工作能力以外，其实我也确实有一些私心。啊？我需要你帮我。你的意思是？能够救他的人，只有厉仲谋。活体宣干，厉仲谋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去求他，我只能求你帮忙。我希望你能帮我化解厉仲谋对我们项家的怨恨。我？是的，你留在创美，将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的目标是那个大项目。什么意思啊？梁瑞强计划在三亚开发一个小岛酒店式旅游，投资很大。项氏实际上没有办法单方面独立投资。我其实很希望厉仲谋也能够参与，如果他能放下心结，我才算是完成了我父亲的心愿。你是说，你希望化解你们之间的恩怨？是的，父亲不愿意让他捐肝，他已经决定要顺其自然地离开。我是想，如果他离开之前能够看到我们兄弟二人和解，也算了却他人生中的一大心愿。湘君，你是真的放下对厉仲谋的怨恨了吗？怎么说，他也是我大哥。不管我父亲能不能活下来，我都不想他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帮我说服他和我携手。只要你能够还留在创美，我们之间就有机会化解恩怨。那，你让我再想想吧。梧桐，谢谢你。来吃苹果。妈妈，陪我玩球。彤彤，自己玩好不好啊？好吧。好了，乖，去吧。小心啊！今天下班这么早啊？要不要吃点水果？听说你们今天的发布会很成功，业内人士现在都在等着看我们厉氏跟项氏拼个你死我活，来争取梁氏的旅游项目。项俊已经决定和梁瑞强合作。他们怎么合作我没有兴趣，我只想知道我的老婆要帮他们工作到什么时候。我跟你说，你不要生气好吗？因为现在创美已经并入了梁氏，有很多工作要交接，张元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我没有辞职。上次不知道是谁跟我说过，我跟彤彤更重要。是我说的，没错。可是我……其实你是为了他，对吗？啊，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怎么样？他一句话就可以让你改变主意？你讲点理好不好？当初我和张元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他帮了我们。他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我真的不能甩手不管的。你既然这么想感激他，那你就留在他身边吧。反正他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女人，你自己小心一点。他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人。那他是哪一种人？他为什么要接近梁月琪？不就是为了要争取旅游项目吗？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啊。那，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为了他的父亲。很好啊。他现在在你的心目中，已经变成最孝顺、最能干、最好的男人了。你干嘛？吃醋啊？好了，仲谋。仲谋。仲谋，你吃点面吧，一晚上都没怎么吃东西。
就吃这个。我知道我做的不好，你勉强吃一下吧。我会尽快报出一班的。老公，你不生我气了，对不对啊？梧桐，我再怎么说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你可不可以为我想想？我只希望跟老婆能过安稳的生活，我不希望每次都因为外界这些事情，搞得我们这么不愉快。我知道，那我们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的。我说了呀，我会报厨艺班，等以后有时间了，我还会去报茶艺呀、插花什么的。我会好好照顾你和彤彤的，只要为了你和彤彤，让我学什么都可以的。那这样，过2天陪我去趟美国。啊？我们可以去散散心。最近烦心事很多，觉得有点累了。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去了吧。你想，彤彤也需要我的照顾啊，而且创美现在正在交接，不要每次都拿彤彤当挡箭牌。跟我出一趟国有这么困难吗？创美在你心里面就那么重要啊？你干嘛？怎么说2句气又来了？老公，我现在真的有点疑惑，是不是因为我太爱你、太迁就你，所以你一直都没有放正你的立场？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做真的很过分？我哪里有过分啊？那我也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让你和向俊之间能够化解仇恨啊。而且我觉得厉氏和向氏联合起来，跟梁瑞强合作也是很好的呀。你以为我们30几年的恩怨，就凭你几句话，我们就可以化解吗？你是不是太天真了？老公，你别生气。啊？出去吧。出去。哦。旅游发展风起云涌，多家公司争夺与梁氏合作的主动权。业内人士纷纷表示，此次竞标的赢家很有可能在向氏与厉氏中产生。梁氏总裁前日收购向氏创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这表示梁氏与向氏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合作。我们这边呢，之前的情况还比较简单，财务方面也没什么特别复杂的程序。不知道梁氏这边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您别误会，创美现在已经归到梁氏旗下，因此梁总特别派我过来这边来看一下以后你们在资金和款项方面有没有需要协助的工作。好，我明白。我们以后多多关照。好。好，再见。再见。哎，怎么样？看你状态不错啊。工作比较多，充实吗？张总，哎，电话。好，我去接个电话。吴总。啊。你有没有和厉仲谋提起关于梁氏的旅游计划和我们一起合作的事儿？厉仲谋他出差了，我还没有找机会跟他说，等他回来吧。我再找机会。好，那等你好消息。吴经理好。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的通话将转至语音信箱，请在低声后留言。仲谋，你出差在外要注意身体。彤彤很想你，我也很想你。
厉总，什么事？我大概跟你讲一下这次去美国的行程。如果有任何变动，我会提前通知你。到华盛顿的第一天，会安排您跟瑞斯康特的高级总裁见面。晚上他们安排晚宴，希望您能参加。第二天，他们会派人带您参观一下厂房和生产线。第3天，安排您去一家私立医院见一下院长。他们那边对向老先生的情况已经很了解了，而且那边会安排寻找肝源。至于去瑞士那边，要看您在美国的情况。如果美国这边找到肝源，会有积极的消息的话，到时候再定，要不要去瑞士那边的医院。知道了。你一个人行吗？要不然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你留在这边，我放心些。梁氏的旅游项目帮我盯紧点，尽量争取合作。那梧桐跟创美那边没有直接的关系，尽量公事公办，别犹豫。好，我知道。我走后，帮我多留意一下梁氏跟向氏的动向。梁氏旅游项目现在炙手可热，如果可以争取合作，对我们厉氏未来的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知道吗？还有，向俊最近的行为有点反常，帮我多留意一些。我觉得这项目可以。回去以后啊，你把这个材料整理一下。啊，好。你看这里说，你看这就需要改一下。好。你看这里，这会儿要修改一下。好，还是拿过去啊。好，梁总，好好，来，请坐。好，谢谢。来，好。这得修改一下。好。啊，这得修改。这里是吗？对对对。好的好的。抓紧时间把具体那个方案再落实一下啊。吴小姐，哎，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些话我觉得我说了可能会不妥，但是我觉得又不能不说。有什么事你就说吧。既然我已经张了嘴，那我就直说了吧。我觉得你今天不该来，不管怎么样，你都应该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你已经跟厉总结婚了。虽然外界不知道这个消息，但这件事迟早要公开的。你现在跟着向俊来洽谈业务，多少有些不合适吧？我也请你想一想，你跟厉总现在是夫妻，却跟向氏站在一边，跟厉氏来抢海南项目的合作权。如果有一天别人知道了这件事，厉总的面子往哪儿放？建东，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觉得这是我的工作，我会公私分明的。吴小姐，你跟厉总是夫妻，厉总与向俊的身份又这么敏感，你觉得这公司能分得清吗？你也知道，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很紧张。那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仲谋？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厉氏和向氏能共同和梁氏合作这个旅游项目的话，那也挺好的。这样，3家公司都能互利。最重要的，也许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缓解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吴小姐，我跟着厉总这么多年，没错，这个秘密我早就知道了。如果容易的话，早就化解了，何必等到今天呢？这么多年的恩怨纠葛，不是谁想化解就可以化解的。这一点，你我，厉总都很清楚。再说什么？厉总不是一个不讲情义的人，
有很多事情，他是梁总，请大家到办公室来一下，关于梁氏旅游企划的进展，待会儿我会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我们先过去吧。走吧，看看，谢谢。啊，请。谢谢。请。李总，按照刚才专家的意思，现在的情况不是很乐观。瑞士那边目前反馈结果也并不理想。现在就像专家说的那样，只有您和香义先生的匹配情况最为乐观。帮我订回国的机票。喂，梁氏的会议今天主要介绍了一下进展情况，然后还有地理环境，包括装修风格。梁氏已经有了初步规划，但是梁瑞强还是有意三方合作。三方？梁氏、项氏，还有我们。对。建东，我记得我出发前跟你说过。我们是绝对不可能跟项氏合作的，这一点你明不明白？我明白。你放心，厉总，这件事我会酌情处理的。您看看，你那边怎么样？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匹配干员极其难找。结论是，我是最合适的捐干人选。好，我明白。我马上安排人给你订回程的机票。好了，有什么事回去再说。那我们就这么修改吧，就按照刚才说的。好，那先这样。行，梁大小姐。呀，大叔，你今天真是意气风发，势在必得呀。某些人今天也是神采奕奕，打扮得不错。怎么，改邪归正，从良当淑女了？也就你敢那么夸我，要换是别人啊，哼！我请你喝杯咖啡吧。走。这么好。你怎么知道我爱喝拿铁？而且还只加复合糖。大小姐喝多了，什么都跟我说，差点告诉我你三围。下次你再喝多了，我是不是连你穿几号的内衣都知道？你们梁氏今天这个项目很成功啊，吸引了这么多大企业都过来了。是呀，最重要的是有大叔你代表厉氏集团来参加嘛。我是个闲人，来不来都无所谓。在你心里最紧张的不就是向俊吗？如果向俊今天不来，你还有兴致跟我这个大叔在这坐着喝咖啡吗？话说回来，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呢？也许他想通了。向义伯伯身体不好，他总要担起责任的。小丫头，你能醒醒吗？难道你看不出他从头到尾都是在利用你？有人说，爱情是上辈子欠下的情债，这辈子来还。或许，我上辈子欠他太多了。我明告诉你，就算你们梁氏跟向氏合作，向俊都不会跟你在一起。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和我在一起？如果向家和梁家合为一家，我就有机会经常和他在一起。那样我就有办法让他喜欢上我。你就那么心甘情愿地让他当活耍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你不觉得自己很贱吗？梁月琪，清醒点吧。他喜欢的是别人，不是你。你就一定要这样打击我吗？你应该感谢在这个时候还有人打击你，否则你被别人玩死你都不知道。是，现在他不喜欢我，可是既然他现在不属于任何人，那么我想尽办法让他留在我身边，制造一些可能让他将来爱上我。我有什么错？你可以笑我笨，笑我傻，笑我整天痴心妄想，可是人是会变的。你怎么就知道他以后不会爱上我？大小姐，你非要在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吗？而且为了这棵歪脖子树，在树林里迷了路，你值得吗？我在哪儿吊死，那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你管。我先走了。怎么了？
在想什么？没有，就是有些担心。今天去了这么多企业，会不会竞争也太激烈了？创美现在是梁氏的子公司，我们和梁氏的关系已经比其他人近了一层。再说，你我张元3个人加班熬夜的成果，可都在这份标书里面了。我不敢说咱们做的有多好，但至少比其他几家要强。可是我还是很担心。你不用再担心了。其实，如果像是单方面跟梁氏合作的话，梁氏会掌握控制权，所以……那你不是在为别人做嫁衣吗？是啊，最理想的情况就是项氏和厉氏联手跟梁瑞强合作，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制约梁瑞强。梁瑞强可是个商业高手，梁氏能有今天还不都靠他吗？而且，3方的合作提案我已经在起草了，希望他能看看提案。你是想让我亲手交给他？如果能有你帮我做厉仲谋的工作，那我们的成功率就会高出很多。否则我怕夜长梦多。只要他能够答应，我已经决定将项氏的部分股份转给厉仲谋，至少能表示诚意。好，听到你这些话，其实我挺开心的，我会努力试一试。哦，对了，我买了新的玩具火车给彤彤，记得下车时带给她吧。又让你破费了，那我就替彤彤谢谢你这个叔叔了。不客气。仲谋现在在哪里呀？伯母，厉总出差了，今天从瑞士飞回北京，人现在应该在飞机上。梁瑞强的项目已经启动了，他不知道吗？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听说那天会议上，梁氏已经向项氏表示了好感，这种关键时刻，他还在国外瞎晃悠什么？我知道，您放心，我会转告厉总。你们在他身边，要多帮他出谋划策才是。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别让我追着问东问西的。是，我明白。就这样吧，让他下了飞机立刻来见我。